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紧随美国的步伐，对中国展开了疯狂的打压，不仅利用疫情和所谓的人权问题来抹黑中国，还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以及让国防部重新审查中方租借达尔文港99年的合约，想再次上演毁约的戏码。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澳大利亚政客们还多次利用台湾问题来鼓吹对华战争，并且叫嚣战鼓已经敲响，澳大利亚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很显然，土澳这是打算与中国对抗到底了。并且最近他们还想做一件美国都不敢做的事情，让中澳冲突直接升级。据澳媒天空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称，由于中国媒体对澳发表具有威胁性的言论，澳大利亚专家建议澳当局召见中国大使，并要求他们否认这些威胁言论，不然就把中国大使统统驱逐出境。而所谓的威胁言论只不过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个人建议。他指出，中国应该对澳制定一个报复性惩罚预案，在澳方真的出兵干涉台海问题时，我军可以对其本土军事设施及相关关键设施进行远程打击。很显然，这个建议在我们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澳大利亚如果出兵进入台海，那就是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相当于对中国宣战。我们作为正当防卫，凭什么不能打你呢？现在澳大利亚反而叫嚣要驱逐中国大使，这无疑就是恶人先告状，把冲突进一步升级。然而，澳大利亚这样的做法遭到了澳前总理陆克文的一顿批评。他指出，澳当局针对中国的做法以及要介入台海冲突的言论是非常幼稚的，这不仅让中国感到愤怒，也让美国感到困惑，更让世界各国都感到迷惑。因为就客观情况而言，澳大利亚作为第三方国家，根本无权对中国内政指指点点，况且还不具备与中国发挥军事对抗的实力，所以这种行为无疑是鸡蛋碰石头，也让人搞不清楚澳大利亚的目的究竟何在。不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种行为肯定严重损害了中澳关系。不仅澳大利亚前总理看不下去，甚至美媒都直言想让澳闭嘴。因为美国看到中方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硬，近期也开始对中国释放缓和信号，在涉台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政策，防止彻底激怒中国。而澳似乎没有读懂美国的信号，还一再挑起对华的冲突。因此，美媒撰文批评澳大利亚对华强硬简直就是国家灾难。为了世界和平，这些澳政客们应该聪明一点，把嘴闭上。最后，我们想说，澳大利亚已经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我国对其表达的善意也已经足够多了。如果澳方还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及时醒悟过来，那么最后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近日，美国最大的一条油气管道系统突然遭到网络攻击，并且还被黑客勒索巨额赎金。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表的声明称，这批黑客是一个名为黑暗面的俄罗斯网络犯罪团体。他们在攻破管道公司的网络之后，窃取了大量数据，然后又将这些数据加密锁定在计算机系统之中，再以此来要挟公司支付大笔赎金。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到现在也没能修复因网络攻击而切断的能源动脉，这对美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17个州都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既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又不想支付巨额赎金，于是就开始联合盟友叫板俄罗斯，希望让俄方来处理这件事情。根据美媒报道称，拜登在5月10号表示，要求俄罗斯为美国遭遇网络攻击一事负责，因为美方认为，尽管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俄罗斯政府与此次网络袭击有关，但是该黑客组织和其使用的勒索软件都是来自俄罗斯，因此俄方要对此事负一定的责任。很显然，按照美国的逻辑，无论这件事是不是俄罗斯干的，最后都得让俄罗斯政府来负责。同时，就在美国向俄罗斯甩锅不久，欧洲9国也开始对俄施压。5月10号，在布加勒斯特9国举行视频峰会之后，参会的各国领导人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在黑海和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挑战国际秩序、威胁欧洲安全的行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参加了此次的视频会议。毫无疑问，这是拜登在联合盟友们一起叫板俄罗斯。面对这些无端指责，俄罗斯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普京也怒了，并做出3连反击。首先，在美国甩锅俄罗斯的时候，俄方第一时间打脸拜登，表明网络袭击一事与俄罗斯政府无关，并坚决反对为此事负责。然后接着又宣布将驱逐美国驻俄大使馆的新闻秘书丽贝卡·罗斯。很显然，这是普京对拜登联合盟友叫板俄罗斯做出的强力报复。
除此之外，在5月11号，普京还正式向国家杜马提交了废止开放天空条约的法律草案。这个条约是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下，美国和俄罗斯以及北约大多数国家为了提高成员国军事透明度以及避免冷战、降低冲突风险所签订的条约。该条约要求成员国彼此开放领空，允许其他成员进行非武装式的空中侦察。而在去年，美国早就已经退出了这个条约，如今俄罗斯也宣布退出，那意味着之后美俄对俄罗斯军事上的猜忌与顾虑将大大加深。最后，我们想说，俄罗斯真不愧为美欧西方国家这么多年的老对手，他们深知西方国家唯利是图的本性，所以只有拿出逢敌必亮剑的强势，才能捍卫本国的利益不受侵害。近段时间，日本对华动作频频，不仅在领海问题上不断作妖，挑战中国底线，还联合盟友一起积极介入台海问题。这些都已经暴露了日本蠢蠢欲动的狼子野心。而在最近，日本还高调宣布将与多国展开有针对性的联合演习，可以说丝毫没有掩饰对中国的敌意。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陆军将于5月11号至17号在日本国内展开联合演习。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演习是在中日围绕争议岛屿展开激烈博弈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且演习内容主要为离岛登陆和巷战训练。也就是说，日本已经开始为夺岛作战做准备了，并且还是拉拢着盟友们一起。不仅如此，报道还称，为了配合美日法的夺岛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将与美法澳海军在东海展开训练。值得一提的是，像这种在日本本土举行、有多国参与的海陆联合演习是违反日本宪法的，而且可能还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是日媒为了将其合理化，把责任都推给了中国，声称此次演习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但我们都知道，中国从来不会主动惹事，反倒是日本总是在一些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对我国内政指手画脚，甚至还与盟友一起在中国周边海域肆意挑衅。而此次举行的夺岛演习意图就更加明显，这无疑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程度。对于日本及其盟友的挑衅行为，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是做出了强硬表态。他在近日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中国不想威胁谁，但谁也别想威胁我们。既然美日法在谋划夺岛作战，那我们也来个以牙还牙，开展多兵种跨海登陆演习。据央视军事报道称，近日中国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在相关海域举行了多兵种联合跨海登陆演习。此次演习通过船坞登陆舰、两栖装甲车以及某新型气垫登陆艇等多型装备的密切配合，我军重点演练了多兵种协调、多方式投送、跨海抢滩登陆等科目。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称，中国一改之前非常低调的做法，不再对部分军事演习进行隐藏，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有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信心。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我们绝不妥协，同时也警告那些反华势力，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切勿挑战中国底线，否则只会遭到中国的强力反击。随着美国不断插手亚太事务，试图在中国周边制造争端来遏制中国的崛起，中美矛盾已经摆在了台面上。而在美国的鸡毛令指挥下，一帮子乌合之众也趋之若鹜。就像英国宣布5月份的时候，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及其海军编队派往亚太地区。而就在英国航母将抵达南海之际，解放军也做出自己的回应。近日，央视的军事节目中突然曝光了解放军火箭军部队新型的导弹旅的训练画面。我们可以看见，训练中的火箭军战士们时刻严阵以待，专业性十足。此外，战士们身后还有数辆东风26导弹车也十分显眼。东风26导弹作为一款具备末端制导并能打击大型海上目标的弹道导弹，有着航母杀手之称。相比较火箭军另一款航母杀手东风21D 导弹，东风26还有着射程上的优势。东风26的射程超过400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4000公里的射程，也就是说，东风26导弹可以从我国西北内陆发射，涵盖整个南海海域，或者从东部沿海发射，抵达美军在第2岛链的核心关岛军事基地。因此，东风26也有东风快递之称。在英国航母编队即将到来之际，央视将对东风26成建制公开亮相，其中的联系很让人不多想。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东风26绝对是有着威慑力量的。
尤其对于航母编队而言，东风26导弹会让西方忌惮，这可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事实为证。在2016年南海危机的时候，美军2艘航母编队驶入菲律宾海域，意图破坏我国对南海主权的声明。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哈里斯甚至叫嚣今晚开战。为了应对美军的挑衅，我军除了在南海展开密集训练，我们也在电视上罕见公开东风26引弓待发的画面，并且暗示美国航母坐标已经暴露，一旦有异动，下一秒东风26就会送美航母进海底。结果就是美军航母悄悄溜走了。这次对峙可以说是美军罕见认从，也彰显了东风26的实力。而在之后的日子里，东风26亮相的次数越来越多。在2019年阅兵式上，东风26导弹公开展示引起热度。而在去年8月份，火箭军还向南海试射了一枚东风26导弹与东风21D 导弹，命中南海靶标。有意思的是，随后美军驻日内瓦办事部竟公开抗议，因为当时有一艘美军航母就在南海地区活动。连当初美国的核动力航母都要畏惧咱们的东风263分，英国航母的到来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值得注意的是，央视在报道中表示，担负战备值班部队全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发射单元弹在架上随时待发，接令即打。这说明咱们的火箭军已经处在时刻备战的状态，任何胆敢在我国海域试探底线的势力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菲律宾军方打算在南海群岛建立后勤设施，并架设高解析度的监控系统。在南沙群岛建立后勤枢纽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该工程本身就是个十足的烧钱项目。为了能够掌控南海局势，菲律宾军方参谋总长索贝哈纳于近日逼宫杜特尔特，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早日拿到拨款。身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估计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遭自己人逼宫。这段时间以来，菲律宾政坛的少数政客一直都别有用心。从3月份开始，菲律宾外交部就中国船只停留在牛轭礁一事指责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明显可以看出，菲律宾政客试图将两国所谓的分歧放大化，捅到国际社会，希望某些别有用心的域外势力介入。直到4月份，菲律宾与美国举办军事演习，期间美国也对菲律宾的所作所为表示了支持，外界也纷纷明白菲律宾正在向美国靠近。得到美国支持的菲律宾政客的亲美人士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大言不惭地公开威慑中国渔船不离开牛轭礁，菲律宾方面将使用武力驱逐。在此背景下，菲律宾军方以及外交部开始轮番放狠话，而杜特尔特反而在忙着局势降温的循环戏码。例如前几日，菲律宾外长在推特上对中国爆粗口，再次要求中国渔船离开牛轭礁。如此狂妄的言语一度引起我国人强烈的不满。可就在这个时候，杜特尔特对外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强调菲中存在矛盾，不意味着菲律宾方面就要变得粗鲁无礼。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中国都是菲律宾的恩人，很多事情都要感谢中国。菲律宾高层存在严重分歧，这是让我国人此前没有想到的。以为菲律宾就牛轭礁事件接连针对中国是该国所有高层一致同意后的举动，结果却是菲律宾军方及政客一意孤行。现在菲律宾军方逼宫杜特尔特，如此说来，前段时间中菲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很可能与杜特尔特毫无关系，反倒幕后推手嫌疑最大的是美国。美国本就迫切的希望拉拢菲律宾对付中国，加上菲律宾国内大量亲美势力，想要控制菲律宾军方再容易不过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并非代表菲律宾军方真的能够如愿以偿，也不代表南海真的危险了。就如中国外交部发出的警告，在南海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和一贯的，也是坚定的。菲律宾如果继续触及中国的底线，那么我国填岛的机会就来了。虽说中国不愿意引爆冲突，但真到了那一步，也算是正中我国下怀。